我关了一下，重开。播到10点半或者10点，播到10点半吧。为啥？欢迎小屁孩，我不打，我这段时间我都没打。欢迎西野，我没打，我这段时间我都没打，没时间打呀。我打肯定打端游啊，现在不爱打手游。没去，我怎么可能去？打绝密打的我想数。好吃，鸡柳大人。
城市马路上关闭的灯，有一半熟悉，一半生。究竟让我一半温热，一半冷，可以扮演着承受我一半美，感觉一半疼，就最后变成一半猜忌，一半问。我可能是自己一半爱你，一半恨。这离别是我灵感的衬托，我内心。所以感觉大家都出去玩了。思念是困住我俩的绳索，就算血肉模糊，我也没办法挣脱。完美的你终于接受，放过剩下的我走。我接受这结果，你坏的节奏，我找不了线索，想被牵着走，但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，可我们两者我一切。欢迎初遇，一流大人。我点的干梅加辣，干梅加辣，好热，还有危险吗？应该就是干梅吧。还有甜的吗？没看到，咸甜，应该只有咸甜。是不是咸甜？好热。我感觉我一天嘴巴老馋了。欢迎木有枝。不想播了，播到15下吧，极限了，真极限了。我真的已经极限了。
极限了，老铁。出狱，对啊。好晕。我像他妈微醺了一样，我像那种微醺了的，你懂吗？你知道我是不是喝了？我说对。等会儿我还要去洗澡，我还去洗澡，看命定。我要去洗澡，等我朋友出来了之后，差不多10分吧。欢迎香香。我睡着了，欢迎你们！是来记录家人，欢迎 ZZZ。我要睡着了。欢迎多多 ，Hello， 欢迎9981，7749，应该没有错吧？睡前我说了要给你们唱歌的，欢迎绵绵，欢迎多多，晚上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杨启航，谢谢宋老，为我闪耀，哼。欢迎小健老师，对啊，你好，小健，你好，主播一点都不好，我今天吃什么晕什么，我今天吃鸡柳大人晕鸡柳大人，我刚刚炒那个田螺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炒那个田螺啊，等一下我炒这个田螺，我也晕这个田螺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是我炒的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它是很麻很辣。我每天一到家啊，我先做饭，做完饭然后就边做饭边直播，然后收尾工作就是，然后又去把碗洗了，碗洗完之后就那啥，就是睡觉。
哇，谢谢兰兰的夸夸。是的，谢谢送的为我闪耀。好妻子，我肯定是一个好妻子的，放心的。因为我就爱整点这东西。谢谢送的闪耀，真的很香啊。带你们去洗碗了，然后我播一会儿，然后我给你们唱个歌就下播。我开始洗碗了。你看得到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带你来我家吃饭。你给我洗碗 ，O 不 OK？还有好多没洗呢。哎，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已经不少了，珍惜吧。欢迎你这个不爱抽烟，好，那你以后就不要抽烟，好吧？刷锅了，已经开始。干净了。让我给你看一下我家厨房。欢迎豆。真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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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哦。哎呀，没有用那个东西。你们看一下这个厨房。这样应该看得全一点。整齐吗？整齐。等一下。谁呀？他是谁呀？我不搬出去住，你给我点关注，我就出去住。不然的话，我不愿意，我才不愿意嘞。我就要我自己住。他是谁呀？你们是谁呀？这个豆，我当然住得明白了。我们自己的家，我难道会住不明白吗？
今晚上我就不开启 emo 话题了。特仑苏，它不是特仑苏，特仑苏42还是43？好像不是特仑苏妈咪。这个家里面的地板也该脱了。那我也不知道是谁。你不忙吗，多多？扫地机器人。你说这个扫地机器人，我直接就想到三小洲了。抖音刷到一女主播连一个沈阳星辰都拉不到，这不是我吗？好多，你不是平常都熬夜吗？我靠，今天我都快猝死了。昨天我剪完视频，快接近3点了，2点的样子。抖音遇到一女主播，连一个星辰都拉不到。我就是那个女主播。听这首歌。我就碰瓷儿。哦。谢谢送的闪耀星辰，妈呀！真的吗？那我也是一个开心的小女孩了以后。但有一说一哈，我们俩真的很像。尤其是那感情经历啊，其实昨晚上我讲了，这些话之后，其实怎么说呢？我其实不是恨他们，就是我其实蛮谢谢他们能教会我很多道理，能教我怎么，就是我本来就是那种很缺乏安全感、比较缺乏爱的那种人。就是他们会教我怎么去爱人，就是他们的方法有好的有不好的。就是主要是我想了一下，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教会了我现实。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不恨他们，只是说他们那种所作所为让我很难释怀，我很难想。所以我就在想，这个世界上真诚的人真的不多了，就是能遇到那种像你们这么好的，真的少之又少。真心难换真心。多多，你又来了，你就要开始开启感情话题了。你还在跟那个谈吗？你还在跟氧气在一起吗？好，他又走了。哎，反正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啊，
我身边我有个朋友，他的之前的对象是一个当兵的多多，还有一个养乐多也叫多多，我那个朋友也叫多多，就刚刚进来这个叫多多，只不过你那个是口字旁的多，哈哈，有缘有缘。我那个朋友也叫多多，养乐多他叫养乐多，你叫多多。然后平常我叫他也叫多多，叫多多宝，加多宝，多多宝。刚刚说我朋友那个军恋的那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是从高中就在一起的，高中在一起一段时间，就是可能感情基础没有打好，以至于就是那个羁绊很深，就羁绊很深。对呀，你说的很没错。因为他俩就羁绊很深，然后一直到大学，甚至到前1个月，就前半个月，他们俩就分分合合。因为我有种直觉告诉我，他们途中可能会重新在一起。好，那个男的因为要当兵，在读书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分了一次手。分了一次手之后，大学的时候又在一起了，就是因为当兵分手的，觉得这个男的觉得给不了他未来。后面这个男的跟他突然有一天，我朋友在西安，然后他也在西安，他在西安当兵，那个男生刚好我那个朋友去西安找我另一个女生朋友，我们共同的好友呗。然后后面我这个朋友跟我另一个朋友他们就聊了一下，就是说他之前那个前任在西安当兵，要不要再见一面？因为他们之前分手分得很离谱，就那种理由就是感觉没有说开，但是后面他俩又说开了之后又在一起。好，这个男的感觉就是跟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不一样，就感觉那个态度360度大旋转那种。然后男的说，我跟你这次在一起一定不会分开，就讲那些套路那种话嘛，那种道理给他讲。然后也觉得他跟之前确实不一样，态度也有所转变，然后每一个字呢，每一件事情呢都能给你到一定的情绪价值。好，那么就是从这里开始呢，我朋友就跟他在一起，又重新在一起了。好，重新在一起之后，就前1个月本来说5·1节要见面的，还是4月1号，那时候说要见面，结果这男的就很突然断崖，就扯那些东西，说不想在一起了。但他之前又给了我朋友承诺，说什么熬过军恋的话，就是他们就可能会结婚嘛。但是到后面呢又变了，就是我觉得男的就是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快，包括这个朋友都愿意等他3年，而这个男的说那种话，而且表现的那些态度，都是感觉就是给了我朋友一个那种答案吧，算是，就觉得他们一定会走到很远很远。但是呢，突然有一天，他们那天就在说这个问题，就那个啥了。这个男的好像也是出轨吧？唉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他们俩很可惜，可惜归可惜，但是欢迎仔仔。可惜归可惜，但这个男的不只是3年，他俩高中在一起，大学在一起过，中途分开又分开。就是我说实话哈，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个月，就是待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3个月。唉，我就觉得很难。
就是出轨了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，我觉得异地恋不行，异地恋真挺考验人的。欢迎不好像菠萝派，我就觉得异地的话挺考验人的。欢迎八关 City， 真的挺考验人的呀，就是。我之前我也谈过异地，结果是什么？白付出。我也跟你有一样的经历啊，我俩经历很像吧。包括我之前谈一个，也是一个男主播，也谈了一个男主播。那个时候我还是刷课，给他刷钱，我也给他刷钱。我的妈呀！结果呢，错付呗，人家就是图你这个东西，人家毕竟是吃那碗饭的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单纯。他能给予我情绪价值，好，那我拿钱买情绪价值，那没错。但是呢，到了后面，对他的感情就不一样了，就是喜欢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看得很清，也是那种，哎呀，我无法接受，拿钱买教训。讲我朋友的感情史，讲我的感情史，讲我们就是欢迎景阳。其实我就觉得，我不管是跟我朋友，我觉得人的磁场很重要，人的磁场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包括你这一生该遇到怎样的人。又来了。就是你此生该遇到什么样的劫，该遇到什么样的人，都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。如果说没有这个劫的话，你是遇不到更好的人，包括也有那些人会给你长了一定的教训，你才会懂得后面的珍惜。因为我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其实之前也有男孩子对我很好，那个时候我不太懂事儿，然后就觉得你对我好就是应该的那种，然后我并对你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就把你吊着什么什么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挺幼稚的，我那个时候很幼稚。他那个男生就是那个时候我读高中嘛，谈的恋爱，他会为我织那种围巾。那个时候我不是在集训嘛，因为我学的中国舞，我学的是舞蹈表演专业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要去艺考，然后那个艺考的那一周里，他就把那个围巾织好了，包括我，不管是有生理期也好，他都会给我问他妈妈，给我做煮红糖水什么的。然后呢，给我吵架了，对啊，我是艺术生。然后呢，给我吵架了之后，他也会发这么长一篇小作文给我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这样子，这样条列他做错了什么，然后以至于他的反省，下次不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怎么样，他会把他的错误列出来，然后再去修正自己的那个不好。而且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那个时候就爱冷暴力啊，不懂怎么谈恋爱，直到后面风水轮流转到自己身上了，就转到自己身上了呗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懂得怎样去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、互相变得更好。结果遇到的人一个比一个差劲，都是给我的教训。所以说每个人都会经历情节这个东西，很正常，真的太正常不过啦。欢迎梁川，伴奏
找一下伴奏。身份转变太快，等一下。画面里不需要旁白，却谁都看得出来，是我情绪涌了上来，想哭却一片空白，却有一小爱，他们说零下一阶新的誓言不会坏，当爱的状态学不会永远的平凡人的存在，轻轻飘流下来。我不是回避型恋人，我真不是回避型恋人，我是引导型。可能只是说遇到不喜欢的人的话会不理他，不爱理，就不爱回消息，因为我是风象星座嘛。欢迎小江老师，在外面耍就在外面耍喽。然后我真的很引导人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回避型恋人呢？是因为我之前的感情吗？我只是对不喜欢的人才会那样子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在一段感情里，喜欢跟不喜欢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。你是焦虑、依恋型，就是会内耗的那种，对吗？我懂，我非常懂，就是又很担心又很害怕的那种，然后又很黏他，就比较依赖对方的那种，又很害怕结果的那种，我知道，我非常懂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也会有一点点，只不过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是的，我懂，因为我以前也这样子，所以说以至于到后面我就会被人伤得很透。因为我之前我也很喜欢黏人，他一会儿不给我发消息，我就会问他你在干什么，你在干啥，你在干嘛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，怎么样，我就爱说这样子的话。然后我就会那种推开他，又在反复确认的那种，他到底对，就是我在他心里到底重不重要，这种就会问他，我说要是你不喜欢我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就这样怎么样那种话。然后他说不是的，怎么样。当时我说我感觉就是很模棱两可，我跟你的感情就是很模棱两可，你又不想你又不承认我说的，然后你对我也不太好，情绪价值也不到位，然后就一直在焦虑，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就会去想这些东西，我满脑子全是这些东西，我以前就去想这些东西，想老多。欢迎青椒炒蛋 ，Hello， 就是满脑子就会想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想的好多，想到反正就是睡不着觉的那种。我那段时间就是每天得吃那种褪黑素才能睡得着觉，然后吃多了那个褪黑素到现在都没用了。然后焦虑的时候就是经常喝8+1，喝那个劲酒，就是喝那个劲狗，喝那个劲狗，然后喝到每天都是醉的，因为那个劲狗的话，那个劲儿很大，就是那个中药酒那种。这个我都还没喝完，应该睡得着。我会呀，我喝调酒，呸，喝调酒的话，应该都还好。敬酒我是没办法，我是逼自己的。欢迎天师傅，敬酒的话是逼自己喝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我这样子，把我的肩露出来。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不太爱喝这些东西，那是因为真的没办法。
而且也爱去的那种海伦斯。OK OK， 欢迎你明天来。然后我还会喝啥？我会调酒，还会喝那个伏特加那个调酒，调那个水溶啊，调那个元气森林很好喝，就那种紫色的，又是粉色的那种，然后还买那个果汁回来。干啥呀你们？我是因为为什么爱喝这些东西？汤力水你觉得挺好喝？汤力水好耳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金汤力。我也是，我是拉拉。骗你的，我永远不可能是拉拉。气温大声到无法再认输。欢迎小号。我真没喝过，我之前喝那个啤酒。你干啥？我今天喝那个啤酒也是。欢迎小坚老师。哎，我之前喝那啤酒喝的很醉人。我知道我找不着那个视频了，那个视频我之前喝那个8+1那个调酒，那个酒鬼挑战你们知道不？那酒鬼挑战到后面那个劲好大，给我喝吐2次。我发现我现在喝那个8+1啊，喝完8+1我是第2天晕。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第1天晕，现在我是第2天晕。你去重庆玩了？啊，这么快？青椒炒蛋。喝了10杯。酒鬼挑战吗？喝完了你。欢迎我的爱波是一凡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光顾。哦。欢迎船长。Hello， 欢迎你们。我去拿耳机。对，他们都来了。为什么不能欢迎啊？我就欢迎。粉丝先吃 ，sorry， 我有点晕碳了。粉丝先吃。我靠，一凡的粉丝咋都来了？有点害怕。过来。你妈的，牛逼！好诶，老子关你了。我刚刚本来想把那个优米抱过来给你们看一下的，有一只猫。我去拿耳机了，刚刚给你们唱歌啊，唱半个小时，唱到11点。我没跑，跑什么？不要接，这个应该是这个炒蛋老师给的，今天好像。哎呀，说网线干什么？我也不怕。我给你们抱一只猫过来，你们看一下。
续跑。对，是我情感电台，你们害得我又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优米跟我们一起听那个情感电台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听我的情感电台好不好？你也会听我的故事对不对？欢迎 K 总，对不对？你也爱听我的故事对不对？你也很想知道我以前经历了什么东西，都想听。我又要开始说昨天的话题，我每天的话题不重样了哦，每天的话题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优米，他好感动啊，我都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打嗝了，我真吃饱了。优米，你是不是也很想听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想听？你们想听什么？你们打在公屏上吧，我给你们讲，关于哪方面的，我给你们说。我刚刚打嗝了，奶嗝。你看它这个脚脚，哎，脚爪子是黑的。快点，你们想听什么打在公屏上面，给你们讲啊。锁紧闭上双眼，让想念有意改变。你是不是？它是蓝鲸渐层，金渐层，蓝鲸金渐层，蓝鲸贵族猫啊！这猫你们猜一下多少钱？你们猜一下这个猫多少钱？来，家人们，贵族猫啊，贵死老子了，老他妈贵了。它是长毛猫，这猫如果买的话要3W，因为它很贵。这猫就是你让它 no， 它要听英文，你让它不要干什么，你要说 no， 它才听得懂。你不说 no， 它听都听不懂。然后你看优米。优米。对呀、很贵，它长毛哎，下去！哎呀，欢迎009，它叫为什么叫优米？优米等于有米，养它就等于有钱。钱来，四从八方来。哎呀，我先给你们讲我的感情史吧。是的，你们想听什么？哇操，都来听我的八卦了。听什么？说。哪方面的？都来听我的故事了是吗 ？Oh my god！ 这个emo吗？欢迎星期八，快点说哪种类型，包括是多久的？欢迎多多。来说，我给你们讲。怎么听我讲故事还要吃瓜子？听你是怎么报复他的？谢谢勤奋总裁送的大啤酒66个，哈哈，干杯！我怎么报复他的？我好像
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报复过，我的妈！那多总肯定也是情感路上的旅行人、旅途人了，跟我一样啊。我说实话哈，其实在我的感情观里面，我从来不会去报复一个人干嘛，也不会去诋毁他，顶多在朋友面前说他的一些缺点，会说他这个人不好，就是分开之后会说他的不好，就说他为什么在一起那么好，为什么分开就那样对我，就这种话。是敢爱敢恨，但是在我的三观里就是没有报复这两个字，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之前是跟你有美好的回忆的人，包括你跟他之间都是有美好回忆的，然后呢肯定是分手肯定是会很伤心的，以至于觉得他如果做了触碰底线的原则性问题，那我也会很伤心，也会很当时会很疼，但是到了后面我就不会恨他。但凡是我遇到新的人的出现的话，我都不会恨之前那个人会对我怎么样，因为我只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跟他也许就是性格不合适吧，或者说是感情我跟他就是不适合。因为我觉得跟一个人在一起，你首先你得跟他在相处愉快合适，人互相理解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还有沟通问题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。你要听啥你不都知道吗？所以说在我的感情观里没有报复，我只会觉得遇见他们是我的幸运吧，也算是一种幸运。我靠，多得很，我那些事情。也算是现实，因为我谈的话，我是会奔着结婚去谈的，我不会说，对啊，也会因为现实问题，然后扯以后他就会，以前那些人他就会拿那个未来当借口，说我跟你谈这么久就是没有以后啊，而且我们谈异地也没什么好结果，哼，就这种话跟我讲。然后我说那你跟我在一起做这些一切是为了什么？月底吗？不知道哎，他在哪呀？是的，谢谢杨边的关注。我可能去不了，我感觉我们都去不了，因为我可能要忙。对，也许在我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，有可能我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就会，如果真在一起了的话，就是我会跟他有可能就结婚了。是的，我现在也是，我没有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么有精力了。我感觉我读书的时候贼有精力，我觉得反正谈恋爱就谈呗，又不是结婚。结果我一想，要是谈得不好的话，伤心的又是自己，又很难走出来。你知道我跟我那个前任，就是出轨那个前任，我昨天在播间里面讲了，就是对我很好的那个前任，就是那个传媒公司那个对象，之前昨天给你们讲那个，我就是跟他是这样子的，我以为跟他会结婚，结果还没开始呢，就那个啥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我觉得在一起也是你们美好的回忆。
其实在我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人，直到我遇到了对我好的人，我才知道是怎么去爱一个人，去对一个人好，想方设法的对他好。那个时候不懂得付出，那个时候挺小孩子脾气的，我说实话，挺小孩的谈恋爱，就是一有什么小问题就会大吵一架。因为我觉得吵架这个东西，如果你一旦吵得不好，会很影响感情。如果你吵得好的话，两个人就是会努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懂吧？如果说我有个朋友，就是他跟他对象，他每天跟他，我那个时候啊，10几20岁啊，10多岁，高中。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爱人的，学会渴望拥有的，就是可能读大一那段时间吧，就是快读大学那段时间，我发现了，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恋爱脑，反正对他好就是给他花钱，那男的就吸我的血，挺渣的。甚至他说他要去卖 MX， 听我嘴型啊。他说他去卖一下，然后我说我操，这多伤害身体，我马上就帮他，就给他转了几K，然后又给他还那个又给他还，就是这么恋爱脑。那个时候恋爱脑到一种境界了。对，没错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我流量很好，那个时候更多嘛，就自己干自己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在做个播。那个时候也有那些就是觉得我这个女孩子很努力，就每天就给我刷点钱什么的，每天就陪着我。然后他们那些大哥也很好对我，然后我还很感激他们。然后呢，我赚了一定的钱之后，那个时候不懂得怎么攒钱，然后就把每天赚的钱都给我那个前任了。我就在想，我每天，比如说每天一天，我那一天要赚1000块钱，我就要给他花999块钱，给我自己留那么1块钱，就是大多数90%几都要给他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恋爱脑到极致了，你懂吗？然后你没钱就找我要，然后呢不给他钱，对我的态度就是非常之冷漠，超级冷漠无敌。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初见形成了，我就觉得很现实，就是你谈恋爱要是没钱，你没办法谈恋爱。你谈恋爱就是要需要经济，有经济的来往。你无论做什么，你谈恋爱也好，还是说结婚也好，都会扯上钱这个东西。就是你没有钱，你没办法谈恋爱。人家要的就是现实，人家就是物质。你连物质基础都不能给他，你还能给他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不管是谁。我这么说吧，就真的很正常啊。就现在的女孩子就觉得，你要是没有什么物质基础、情绪价值基础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？我跟你一起受不受累吗？行，我跟你受不受累，我愿意，前提是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，一起走下去。但是你也得上进，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，在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础物质之上的话，那我也是愿意跟你一起奋斗努力的。如果说
我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摆烂，我一个人在那努力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走不长久。是这样的。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吗？就是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基础的话，没办法，是吧？我觉得没错，都鼓掌了。都赞成我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我喜欢你的前提，那么好，在我跟你之间哈，从零开始，我跟你在谈恋爱，从零开始，就算是我们一起做，哪怕在菜市场卖菜也好，只要是我愿意陪你，你也愿意给予我价值，我们俩都是互相的，一起奋斗努力，而不是我一个人在那单相思，或者说我单方面付出，我一个人去努力，你一个人在那摆烂。我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？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想跟你结婚这种想法，而你在那摆烂，不上进。你现在都这么不上进了，那么我说了一个实话，如果说以至于到婚姻的状态的话，那么我也觉得你也是对一个家庭不负责任，对家庭也会不那么负责任。包括婚姻有个什么，有一个物质对吧？那么好，孩子的费用谁给？我给吗？不可能吧。我给也不可能吧。你让一个女孩子，你让你老婆去给费用，到时候不给又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付出了多少。我说实话的，一个女孩子从青春到婚姻，你不上进了，你还倒打一耙说人家女孩子怎么样，我觉得你这人也不咋地。我很不喜欢这种，就是感情状态，我很不喜欢这种。我喜欢的是两个人一起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？会把双方变得更好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第二个呢，我理解你的苦，你也可以理解我的辛，你理解我的辛苦，我也可以理解你的所作所为。主要是你是为了这个家是干嘛的。反正我看了很多那些网上的心灵鸡汤也好，因为我有事没事我都会去听那些电台，就是讲感情那种相关的那种电台。然后我之前我还看那个辩论赛。对呀，是的，但是有些人呢，有些人他就是爱给现任讲我之前怎么样，就是把自己的坎坷给诉说给现在这个对象也好，还是怎么样，这是一个通病。我说实话，但凡如果一个男孩子真的心疼你的话，他就会拿他的实际行动去做这些给你看，而不是嘴巴去说我一定要对你好。你以前为什么这么心酸？你以前为什么这么心酸？你以前怎么这么惨？我一定要好好对你。老铁，你说相声呢？你说相声的老铁，爱一个人是光靠嘴巴说的吗？我真的很想把这些人锤死。所以说
其实怎么说呢？说到星座这个东西，我其实很喜欢火象星座，因为我自己是风象星座，因为风风火火。还有，我谈过摩羯，我靠，怎么这么像？你们都是什么星座呀？多多啥星座？什么像的？我觉得安全感是什么？这我真的要想一下了。等一下啊。我靠！我看一下他们怎么说的。我大概懂了，居然是火象，完了！你这个射手就是我之前给我就是开始在播间里面讲的，怎么都什么射手水瓶啊？你也水瓶命定，我水瓶啊，怎么都是风象火象啊？我靠，完了！不是，这就是风火组合，风风火火，我这个播间风火。我是水瓶啊，我是风象星座，水瓶座啊。完了，这个射手座我很喜欢射手啊。我1月份的，我是大年初10。你们怎么这么巧？好惊讶，家人们，这么多风象，这么多火象，要干什么？我就是刚刚我要给那个多多讲什么，就是我之前就是说给我织围巾，给我煮红糖水的那个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反思的那个就是射手座。我很爱射手座，我很爱火象星座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跟火象很合得来的道理。还有我跟火象真的合得很来，还有风象火象我都聊得很来，就是相处得很愉快。我真谈过，我谈过狮子，谈过射手，谈过摩羯，谈过金牛，没谈过巨蟹，认识过白羊，还谈过水象双鱼座。射手也是很多，也是在我的选项里是我最爱的星座，因为我觉得射手座它就是又是有个什么共同体。射手就觉得他行动力、执行力很强。天秤爱自由呗，就是说我喜欢你，那我会一直喜欢你；我不喜欢你，我就是不喜欢你。风象就是这样啊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，比如说哈，我是风象，假如说我朋友也是风象，我说走，我们一起去吃海底捞，他就会说走啊，我们一起去吃海底捞，就是我立马问他想干什么，我们就会立马去做。就突然想到，哎呀，我好想吃海底捞啊，就随口一提的那种。然后我说，哎呀，去不去呢？然后我朋友就说去呗那种，就非常的执行力，非常的 No.1 啊。对呀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射手的优点就是执行力很强，想到啥就干啥。对，我就是这种，而且我如果说想干一件事情的话，就是必须去做。就是很有冲劲，很有冲劲。很有冲劲，所以说我讨厌的星座就是金牛座了，也不是金牛吧，就是我跟土象星座好像不太合得来。我也是那个爱做攻略的人。那一次我不知道你们关不关注我大号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作品。
我把我大号开进来，你们去看我那个作品，就是去的那些地方全是我做的攻略。去的那些地方全是我做的攻略。哎我靠！好，我进来了。嗨嗨嗨！嗨嗨嗨！这我大号。就是我跟我朋友我们说的是24年5月份去的大理，然后立马就去，然后我就连夜做那个 PPT 做攻略什么的，因为我如果说去个地方，我就是爱去看这些个地方打卡呀，打卡地方什么什么的，会看哪些地方比较好，哪些地方不适合去，我就会提前做攻略。好，他们就是没带脑子，他们就不带脑子那种，就是我做一点攻略什么的，就他们就跟着我的路线走就好了，包括民宿、吃饭的地方、拍照打卡的地方，还有还要联系那些车啊，不是有那种环湖的吗？环海的、洱海那种包车也是我去找，这是我大号，然后这是我姐姐，然后我就会有跟他们找民宿，我就连续提前1个月我就打好招呼了，然后直接到时候我们到一定的约定时间了，直接到那去了就好了，就会做好一切攻略，包括我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也是他会做好任何攻略。当然有了，那个号之前也是直播的号，那个号之前粉丝量直播间挺多人的，那个时候直播间5000个人呢，就官方投流。对，然后自从你做了攻略之后，你才发现你到那个地方会打破一切记录。我也会开车。其实我很喜欢，就是我继续谈一场恋爱的话，我也会我也只会让对方想了，我脑子已经不够用了，因为我也想做一个没脑子的小女孩。因为每次出去，不管是吃饭还是拍照，平常的话都是我在看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想看了。我没有大学的那个时候有冲劲，就是我们大学的那个时候会拍一些照呗，周末就会出去做那些攻略，出去吃饭也是我在找饭店，拍照也是我在找，租相机也是我在租，我真是全职能手。我要回答一下刚刚多多这个问题，就是他说什么是安全感这个东西啊？已经磨平了，真的磨平了。我想说安全感这个东西就是，等一下，我要放歌，我开1了。这个东西我是最在行的。是啊，我现在很懒，不想做那些东西，不想动脑子。是的，安全感也是。还又来找我 PK 周甜甜，干啥呀？周甜甜，我跟他打不了 PK 呀。我要说啥？我短路了。安全感就是我做任何事情的前提是让你也知道，是让你不胡思乱想，是让你感到
感到我不管跟你说什么，我心里只是有你，不会有别人的那种。然后安全感就是我确信你一直在，安全感也是你也会确信我一直都在。因为我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安全感就是安全感不是让你流眼泪的，不是说让你一天到晚整天都在流泪。安全感不是让你去胡思乱想的，安全感是要让你知道你对我，你在我心里是重要的，懂吧？因为我觉得最起码的就是我跟你在一起，不能因为说什么我得让你去胡思乱想，这样我觉得我给你的情绪价值也没有到位。你既然问出来了，问出来啥了？那你觉得我答的对不对？我也有点慌啊，我有点慌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我有点害怕，我怕我说的不对。是的，安全感就是我爱你，但你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而不是让我去胡思乱想，这样才是一个正常恋爱里的感情观，包括安全感。真的呀，难道不是吗？因为我觉得安全感这个东西就是你需要去报备的。行，听到了。包好的，包去问的，到时候我包去问的。欢迎林鱼。是的，他们都在。你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抛给我，我来给你解答。我是情感导师啊，我对于这种包在行的，因为我也这么经常开导我的朋友。亲爱的，你躲在哪里发呆？亲爱的，你躲在哪里发呆？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？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。明天我们是3点钟开播。明天我们3点才开，可以睡懒觉了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。哦，你们看没看那个？我推荐你们去看那个辩论赛。其实我之前我在跟我朋友探讨一个问题。我跟我朋友在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
缺爱的人会更爱人一点，还是被爱的人会更爱人一点？这个问题是我在看完之前一个辩论赛里面听到的。怎么说这个问题？有些人是正方，有些人是反方，那我就是反方那一方。我就觉得缺爱的人会更爱人一点，但我觉得缺爱的人会更爱人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你们会这么觉得不会爱人？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就是不缺爱的人，他不懂得如何付出爱。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我要反驳你了，多多，我要反驳你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缺爱的人也是没有安全感的呀。你觉得就是他但凡有了爱之后，他也会这样去伤害人家。好，我要来说了啊，就是爱是自由意识的沉沦。那么好，我觉得缺爱的人更容易爱人，因为怎么说？因为缺爱的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，那么没有安全感的人呢，他就渴望得到被爱。那得到被爱的同时呢，他就会很敏感。那么敏感呢，他就会很渴望，他很渴望得到爱呀。他渴望得到爱的呢，他就知道怎么去爱这样的一个人。他爱一个人的同时呢，他就会知道怎么去对他好。就是你喜欢这个人的话，那你肯定就是想方设法的对他好，对不对？那但凡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缺爱的人，我希望在你的身上能够得到一点爱，我就觉得缺爱的人真的会就是更渴望得到爱，然后他会更会爱人一点，是真的。欢迎安稳。因为他没安全感，因为他缺爱，他缺乏这种因为缺爱的人最会爱人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那是他也想被爱，因为他也想被爱。我是情感专家，我真是情感专家。因为缺爱的人他也是敏感的，是多疑的，因为这就是我自己。缺爱的人很容易爱上一个真心对他的人，哪怕真心只是一时，你懂吗？因为他也想从对方那儿期待得到爱，懂这个道理吗？所以往往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不缺爱的人，他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去爱人，但缺爱的人，他要学着爱人，因为怎么说？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去辩论。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听，因为这是我之前看了一个辩论赛，他这么说的。因为缺爱，所以我还会怎样呢？我会害怕一切东西。
我看一下。现在还求认知的变数，所以我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紧，有的时候推得特别远。抓得紧会让人觉得有控制感、有窒息感，而推得远，其实只是我在隔离。当然，我也推远了对方，我在隔离可能失去所带来的速度和焦灼。可是纸上谈兵的这套逻辑和道理，和懂得如何爱人始终是两件事儿，而恐惧。知道吧？因为我怎么说，他们说，缺爱的人会渴望对方给他100%的爱，然后他也会极度得到渴望和关注，渴望关注自己，会希望得到重视，会更依赖对方，会希望对方读懂他的隐喻，会希望对方理解他这个人的性格，会理解他这一生的如履薄冰，会去心疼他的过去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一个会爱别人的人，他肯定是不知道怎么去，懂吧？但是这种都有两面性，这种东西它都有两面性。但是被爱的人呢，他也有好处，就是别人教他如何爱人，他会知道怎么去爱别人。而缺爱的人，他又渴望得到对方的爱，然后大家都是相互的那种，都可以，没事了。这个是两面性的问题，这个都有两面性，这种东西有两面性，这不完全对。事情都有两面性，只能这么说吧。给你们唱歌，唱完歌我们就美美的睡觉吧。试一下我再跟你讨论，试一下我再跟你说这些。我要给你们唱歌了，好，开启我们的 emo 电台，开启我们的 emo 电台。带我走，它怎么乒乒咚咚的？我就要唱。我受够了等待，你所谓的安排，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？总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。我想依赖，而你却都不在，应该开心的地带，你给的全是空白。一个人假日发呆，找不到人陪我看海。我在幸福的门外，却一直都进不来。你累积给的伤害，我是真的很难释怀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，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着求我留下来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你越没说离开。欢迎马师傅。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？
我要说什么来着？我看我要唱啥？完了。我不知道唱什么了，我翻一下我的，你翻翻你的网易云呗。我看一下，哎呀，太好啦！谢谢这个多多啊。吃猪螺蛳粉儿。什么？月光缠绵，躲在心里面，思念如月，倒映在沉睡的蓝色湖面，拂过指尖。沾了困倦，好期望每个透明的梦，难以捉摸的风是否是你出现？真是清唱了。楼上你要干什么？大晚上的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的。给你们唱刻在心底的名字。但是这首歌很难唱。好白月光的歌。要哭了。我要走心了。本里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，越无法收离而已。Just me， 刻骨铭心，只有我自己。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，你沉默的回忆是相依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曾经顽固更是对肩呼吸都是奢侈。若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空的地址。你可以翱翔，可我只能停止。我不会唱那个胡广生啊，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唱的？
我要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唱了。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儿风的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别人的疯狂，我不会唱后面的话，我只会唱前面。糟糕，糟糕 ，Oh my god！ 唱那个，我爱存在。爱存在，我知道有没有。我就不。雨季总会忘了离开，大多成为每次盛开。我们几多争吵，相拥相爱，想念每一次落单，你的温柔让心跳澎湃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，不会哭得傻的傻的像小孩。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可以轻轻的勇敢，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。In your eyes, in your life, in my life. 我明白，我期待爱存在。如果爱是场最轰烈的冒险，终点是难受的口袋。星星孤单单坠落在那片海，是你打捞起我们，把每滴眼泪的泪擦干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，不会哭得傻的傻的像小孩。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。哎呀，唱歌这种东西拿捏啊！爱存在，心之火能不能？就算能删除记忆，就能复制情感。给你们唱这个，我要 emo 了，我要唱哭了，家人们。我都是带着情感在唱啊，家人们，我要哭。
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当你背影转身后，吞噬在人海中，才不甘的寂寞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 never know, never find, never see, never never know。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浓。谁的爱开封任性的？每场渐渐和好以后，我们拥抱狂热闪躲。谁的爱不疯，不配谈爱过？我有点死掉了，我真有点死掉了。真有点死掉了，这歌。是落英飞分时候，一缕惆怅掠过，我记得那感受。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痛。谁说的30？哎，也可以30。要不我们40下吧。快点，我点歌的赶紧点星星，我40真的下了。谢谢多多的夸夸，谢谢你今天的夸夸，谢谢你来我播间这么久了，都看直播辛苦了你们。偏爱，我有点唱不上去这个偏爱。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，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我说过我不闪躲，我非要这么做，讲不偏要偏要爱，更努力爱，让你明白，没有别条路能走，你决定又要陪我，讲不偏要爱，看我感觉爱，等你的依赖，对你偏爱，痛也很愉快，好了，给你唱你的童话。这怎么唱的？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见你对我说，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。怎么唱的？等一下。我开始慌了，我要找一下调。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痛
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做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什么意思？什么长跑尽力了？咋了？失恋了？等一下我。怎么了？失恋了？咋回事儿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。给你们唱体面。哎 ，sorry。这个合唱专区，我给你们唱邓紫棋的吧。给你们唱邓紫棋的那个当星空向你吹风，很难觉得心动。我不会唱那个。星空向你吹风。当星空向你吹风，很難覺得心動。是咩字一記，實實恭喜，冇到下世紀。什麼？真的嗎？好吧，好吧，句號。但是我不會唱句號，咋整？阳光下的泡沫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歌词，好奇怪呀！后会无期，家人们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
竟是结局。在每一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我会告别，告诉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一个繁星抛弃沉默的梦里，我会醒来，也会忘记梦境。等一下，我要说一下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态度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不问为什么，态度就是答案。你看一下。这个人他都这么对你了，然后半个月连电话什么都不回你，啊，我的妈呀，有点难受了。欢迎臭屁。还有1分钟下播了，家人们。最后一首，唱完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要早点去睡觉。我有点晕了。望城市边缘海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让我看得看不开，哦，爱，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不会唱胡广生。猜最坏最坏都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我对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看得看不开。胡广生到底是啥嘛？真的吗？胡广生？
这个歌吗？我才唱完童话，你们又来。这个吗？我要下播了，家人们，43了。晚霞绕过火车等我。再这样就给你们唱一句。给你们唱一半一半。我今天哪迟到了？无力感在我眼里一点一点吞噬，空旷的街道早没了你的身。那天回到我们俩熟悉的城市，马路上关闭的灯有一半熟悉一半深，究竟让我一半温柔一半冷酷，你扮演着成熟，我们一半感觉一半疼，厚度变成一半猜忌一半吻，这里便是我灵感的衬托，我内心的痛是不对等的沉默。好了，下播了，家人们晚安了，多多晚安，晴晴晚安，谢谢今晚上你们俩的捧场，谢谢你们的捧场哦。我接受着结果，你画的节奏。晚安，我要去洗澡了。好都每天晚上都有情感电台。晚安，晚安。